哇，好漂亮啊！这就是一个打卡点啊！你看这拍会非常漂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海宝。那么上期带大家感受了两路口的生活呢，这一期来到山下菜园坝，带大家深度感受一下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各种细节啊。那么我将用第一视角带着大家从两路口下到南曲路，从南曲路一直下到长江边上，同时呢带大家穿梭在渝中的老居民小区啊，感受一下八地城市的魅力啊。看长江边上的落日很漂亮，然后3号线从长江跨过，回到这个地铁口了。当时我是怎么记呢？1、2号口它是山上的，3、4口呢它就是往下面走的，走这个菜园坝、建新坡之类的。这个路标也会写啊。这4号口，一般我会走4号口，就是这个有卖很多小吃的地方。然后给大家扫一下这个建新坡在哪儿啊？如果大扶梯你就走这儿就行了，建新坡呢你要往这儿。然后呢，现在拍的画面就是从建新坡下就需要走的方向。当然，它还有很多种小路。那这次我只演示这个皇冠大扶梯，比较省事儿的一个方法。咱们就不走建新坡了啊，走这个皇冠大扶梯，在这儿呢，俩口都可以走。乘坐皇冠大扶梯，如果你自己走的话，得10分钟、15分钟啊。扶梯的话会快很多啊。然后这儿有很多买票的，你要有这个，只要是有全国的交联卡。你不用在这儿费时间啊，直接刷卡就完事儿了。这全国是互通的，重庆的票是可以有优惠啊，一般不用买票。那你要享受这个换乘优惠，很可能就是免费坐了。所以那会儿我要是坐这个轻轨，我住这个菜园坝的时候，两路口菜园坝的时候，我等于说轻轨大部分时间就是免费坐。然后你看这个还是当时是世界还是亚洲第一啊，就这个坡度和这个距离。然后呢，皇冠大扶梯的语音播报声音太大了啊，把我现场录制声音给我盖了，所以呢，我现在用这个话音来重新补充一下。咱们先说下去的方向啊，如果你看了上期的视频，咱们现在是从两路口下到菜园坝，最终要下到长江边上。那现在这个大扶梯起到作用，就是从两路口下到这个菜园坝南曲路啊。南曲路属于这个两路口和长江这中间，中间这么一个山腰的一个位置，你可以这么理解啊。咱们先下到南曲路，然后再从南曲路呢走这个，我给大家走一个居民楼路线，就可以一直到长江边上，也挺好玩的。我第一次从两路口下到菜园坝，走的也是两路口地铁站的一个口出去，走的类似就是那种山城的小路，特别费劲啊，再也没走过，特别麻烦。还有很多种从两路口下到南曲路方法啊，我的印象中起码就有4、5条道路可以这么下。当然大部分除了这个一个大扶梯，第二个建新坡，这是比较明场的路线啊，亮堂的路线，其他的都是比较隐蔽的啊，不太推荐游客走啊。这是说明你有到这个菜园坝，当你看到这个牌九绝迹的时候。然后呢，我记得以前19年我第一次来重庆的时候呢，它是可以直接到菜园坝火车站的，就这个小轨道对，这个对，这个丰德门啊。但是去年我来的时候可能已经不行了，我记得以前可以直接到这个菜园坝火车站，现在已经不行了，现在你必须得上来。上来以后呢，这就是到南曲路了。这儿有一个公交车站，可以坐公交车往这个沙坪坝呀、九龙坡呀走，这就是南曲路，看没有？然后这个重庆，这是重庆火车站啊，这是重庆最老的一个火车站。我在我的以前的视频也说了很多次了啊。怀疑这个 CCC 就是应该是明年还是今年要开通的这个，就重庆18号线东段渝中区，就是走下半程这段，应该就是在这儿，这就应该有个口。这样的话，坐车这边出行就方便多了，要不然很费劲儿的啊，很费劲儿啊。今天这个太阳很漂亮啊，已经落日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在家也往长江边上下一下啊。然后下到这个长江边有很多种方法啊，一种看没有，走这个地下商场，他们叫地通啊，地下通道。然后你看没有这个玩意儿了吗？这个东西就是它通风的啊，就是走这个有一个圈形的这个广场，然后就会到这个菜园坝火车站啊。然后另外一种方法呢是穿这个居民楼，也可以下到长江边上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重庆3号线啊，从南岸南平那边开过来的。最南头呢到鱼洞啊，有机会给大家拍一期鱼洞。2号线、3号线终点站，那会儿我没事闲的时候，我就坐到过鱼洞，挺远的一个地儿。然后呢，那个火车站一会儿我也去啊，因为
这个站可能过段时间就要给拆了，当然我也拍过这个街景，如果你想看也可以去看。但是我没走刚才说那个地通呢，因为我想走一下平常那会儿回家的路啊。看没有，这个要从这个桥底下又来一辆，这个3号线，看见没有？就觉得还是挺魔幻的啊，真的还是挺魔幻的。而它又是个老区，然后我下到这个长江边，我就不走那个走太原坝火车站那个地通的那条路线了啊，我给大家走居民楼怎么下去。如果你不走这个太原坝火车站，还有一种方法怎么下呢？我看大家能不能给大家拍一下啊。我说这个坡啊，这个坡就是说如果没有大扶梯，一种你走践行坡，践行坡它第一是绕远，第二是呢台阶多啊。这个坡看没有？你现在看别看挺亮的啊，晚上挺阴暗的。看没有？这个坡呢，就是可以上到2路口，大家走这一块啊就可以直接上去了啊。我今天就不上这个，这个比较费体力啊，但是它这个快，直接可以到这个2路口轻轨站那块啊。所以那会儿为什么在重庆瘦了呢？老吃火锅串也瘦，因为他妈的老爬山呀，我操，对不对？刚才我说了很多种上山下山路线，大家这有可能有点懵啊。你要知道，就是说我住这个南区路这个位置，相当于是太原坝2路口的中间，虽然它属于太原坝街道。你要如果下长江边从2路口，等于说你要先从山上下到南区路，从南区路再下到长江边，大家明白意思吗？就是有2个阶梯。其实这个视频我想做很久啊，去年那会儿想做。然后呢，刚才我说从2路口下到南区路呢，有很多路线啊。一种刚才我说这个走这块路线是一个，也挺陡的。一种看没有这个桥了吗？就你不从这边下，你走这个桥，然后会下到这个叫什么商务大厦的北侧，然后一路沿过来也是可以的啊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我只能说尽量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东西你自己体验一下才能明白我说什么意思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说一下吧，我也找一下我自己回忆，因为尤其重庆老山城这个区域啊，你住熟了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种上山下山的路线，你知道吧？很多有的以前是没有，比如说没有大扶梯时候的路线，你能感觉出来啊。然后现在咱们就要去对，下到长江边上，然后呢，我走那个居民楼啊，教你怎么走居民楼。刚才不也说了吗？如果你不走居民楼怎么办呢？看这块了吗？也是走地通，哎，这么着，一个地通，2个地通，这么下的。这是那个太原坝的，这叫摩佩大楼吧？对吧？摩佩广场叫什么？具体忘了啊。太原坝外滩商城，对，是叫这个名儿。这块下去，然后再到底下，好吧？我就点到为止了，我也不可能全给大家拍一遍，就等我10年以后吧，找一团队来拍一下，挺有意思的。就是说，重庆这个上半程、下半程各种上山下山的方式。你要住这儿，你要骑摩托还挺幸福的。你在重庆住骑摩托就很幸福啊，这样有很多这种改装的配件啊，然后摩托维修啊，很方便的。因为当年这块是这个太原坝火车站嘛，肯定有这个需求啊，重庆人不喜欢骑摩托车嘛。然后现在这个路线呢，就是我当时住这块回家的一个路线啊。然后再往前走就到我住的那个公寓了。然后我记得当时你看这有很多警车啊，这是太原坝派出所吗？还是什么派出所？应该叫太原坝派出所啊。那会儿那个公寓那个销售，不能说是销售，是那个公寓那个工作人员，一小姑娘跟我说咱们这儿肯定安全，为什么？因为底下就是派出所，特有意思。那这就是太原坝这就是这个太原坝这个派出所啊，看没有？就在这儿。然后那会儿他好像派出所还老查那个公寓的房，他干什么事儿，查了好几次我记得。住这个位置另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老有中药味儿。为什么呢？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周日哈，你要不是周日、周一、周五的时候呢，这个太原坝中药材，你就会闻到那种很浓烈的这种中药味儿啊，全天的几乎是，所以说也比较讨厌。哎，这叫太原坝外滩吧？是叫这公交站吧？应该是。我那会儿坐这个公交就在这块坐，这419应该是往那个往杨章坪那边走的吧，九龙坡走的，我记得是啊。就这会儿坐公交，对，没错，太原坝外滩站，看是不是走杨家坪？看对吧？谢家湾、杨家坪，一直到这什么大雁一村，这就没错。然后这儿应该还有个429，对吧？这个都还是很有印象的862。
然后这块儿也可以直接到那个解放碑啊，走这个下半程是叫解放西路嘛，走那条道，就是咱去路肯定是走这个重庆的南边的这个下半程路线到解放碑啊。所以这个我也住了半年，这次来看看还挺有意思的。这也是个地通啊，可以到对面，但是它应该还有一个人行横道，咱们走人行横道。那会儿当时也是资金困难嘛，然后就你要去外面吃不了，你就在这儿吃，还挺便宜的，而且家常炒菜挺好吃的。这块儿肯定是客流没以前好了啊，因为这个苍蝇坝火车站的问题。红绿灯绝对是后加的啊，当年是没有这个红绿灯的，因为当年我第一次感觉到重庆的司机会让人，就是在这个路口，在这个家门口的路口，因为没有红绿灯嘛，你只能靠司机自己让。你要在北京的话就很麻烦了，那重庆呢，它会自动的停下啊，这个红绿灯是后加的，以前肯定是没有的，这个我有印象。等一下吧，过街的时间有点少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就是一个打卡点啊！你看这拍会非常漂亮，拍一张，这个当封面吧，我靠，拉大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很漂亮的，今天晴天，重庆的冬日晴天。因为以前这个通道呢，它是没有这个中间这一坎的，所以说呢，你就在这儿拍不了，因为你得赶紧走嘛。你看这明显是做了一个隔离啊，看没有？这儿做了一个隔离，以前呢是直接这一条线，所以在这儿拍不了啊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！再来一张，这个录视频的时候也是可以拍照的，这个当封面。我特意晴天来拍的这个地方啊，因为我觉得重庆的晴天还是比较出片的，你要阴天的话，就效果不太好啊。然后这就是这一排的吃的，也都吃过。但这块就是商业比较缺少，跟华龙桥就不太能比，这边都比较居民化啊。然后呢，大家看到这个了吗？这个就是枇杷山正街啊，从走这条街就可以到七星岗。这我也都走过，也路过街景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。哎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底下就是长江了，然后这个公园就是山湖公园，然后这些都是居民楼啊，看没有？这些都是居民楼。然后咱们一会儿呢，我就教大家怎么走居民楼下去，也就是说重庆这些中介、房产中介常拍的一个手法啊，教大家怎么拍，对吧？这都是卖吃的、卖水的，很居民化啊，因为楼上它就是居民楼，是吧？大家找一个不是底商的就可以穿进来了，你看看。这个就是重庆的老旧居民区，看，是有点像个，的确可以说小香港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基层的底商，大家能明白啥意思了吗？看一下，这底下也是一层啊，看见没有？所以那种中介他拍的话，就比如给你找一个这种2、3层的，他其实应该从底下进，但是呢，他反而是中间的层进，所以他带你转圈圈，就是这么个状态。然后还有楼上啊，也是可以的，如果上面有地儿，它也是可以走的。就是老渝中的话，它都是这么个状态，而它是连通的。你看啊，有点高，我就怕翻下去。你看，这就是刚才那个卖肉的老爷子那块儿，大家看见了吧？看到就要下到这底下，那很简单，就是往下走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来的话，其实你这种傍晚来更好，更有那种感觉啊，更有那种赛博朋克的感觉啊。你看，真的挺奇幻的。当时我也是无意中走了一个这么一个街道，看到没有？可以下去的，当然从那边可以下去。我记得这块以前还有这个小卖铺，但是现在都没有了，好像。很生活的一个区域。这个这是香肠腊肉了吧？可能底下在装修。然后这以前可能这块有很多旅馆啊，密度也很高，是不是跟我当时拍那个香港的有点像？然后咱们就在这转圈就可以了。这也是这些房产中介，哎，带你转圈的一个效果。
就这么转呗，对吧？哎呦，其实你看它这栋楼，就是我在北京也住这种老居民区啊，其实它夏天很凉快，冬天是相对来说暖和一些的哈。基本上夏天是肯定是很凉快的，这种老楼，这种楼都是水泥，叫水泥土吗还是什么来着？就很凉快，老居民楼都是这样的。但你看它这个一栋楼住很多人啊，因为你得一直这么转呀，是吧？这就是这么转。我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个视频分为2期了，我感觉1期有点装不下。其实你住这个地方的话，哦，它这整个都刷墙了啊，所以说看得干净很多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就是各种什么小广告这个那个的。你住这种区域其实不太方便。你比如说，你看我如果假设你住这个楼，你要想上到2路口坐地铁、坐轨道，你现在爬这个楼，爬到它的1层，爬到它这个中间层，然后呢，对吧？你还得爬山到2路口，因为这块属于蔡元坝街道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有的居民换了这种新的门啊，有的你看还是这种老的门，我操！但是它这个刷白墙少那效果了，以前特别有恐怖片的效果。其实拍个什么杀人、抢劫那种电视剧是没有任何一点问题的。这个楼应该保留啊，希望它不要拆了。哎，你看，这应该是到底下了。看刚才我在哪儿了吗？刚刚就在这个，哎，这个楼梯的这块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这层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从这块儿也可以下去，从这儿也可以下去。它这是一个老旧居民区改造啊，其实还是有点用的，刷刷墙什么的，不然就太破了。哦，对，这个应该叫蔡元坝珊瑚湾社区啊，如果没讲错的话。然后你看到下面来，就到长江边上了，这个公园珊瑚公园这块。那我也说了，你从那些居民楼哪个门洞下来，它最终都是下到这条道，你只能坐那个一会儿有个天桥给它录一下，你只能从天桥过到这个长江边上啊。如果呢你是从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摩托车那个地方这个大楼，那就从这边下来，同样也是一样。只不过那边呢有那个地下通道啊可以走，如果你是那什么的话，就只能走这个天桥啊，看到没有？然后穿过去。我上到这个天桥上了啊，这块就叫长江滨江路，它因为挨着长江嘛，对吧？人家刚才也说了，如果你从这些老居民区下来，都只能到这块这条道路上。包括你看没有，这块有很多工人，这块也是一个大坡啊，这块会省事儿一点。我穿这个居民区呢，只是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特别奇特的这种构造，很有意思啊！这就是在刚刚那个居民区的另外一面，挺好玩的。看这个汽车加油站了吗？看没有？山上一个，山下一个。但是对于2路口来说，他们都在山下，为什么呢？看没有？这才是山上。这个对于2路口来说都算山上，因为这算这个琵琶山正街啊。算琵琶山正街，比2路口位置还要高。那琵琶山正街这么一路过去就到青港了，青港也属于山上的地区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公园就是珊瑚公园，珊瑚公园很漂亮的，晴天很多人来玩。但今天这已经到落日了，现在是5点28啊。很多结婚的这些新人会在这儿结婚啊，他那个吃饭就在对着长江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长江。等于说，我第一次来旅居的时候是挨着长江啊，现在是挨着嘉陵江。化工桥不是挨着嘉陵江吗？长江、珊瑚坝、南岸，这个半年前我是非常熟悉这些地方的啊。我也拍到过这个素材，可以下到下面。现在应该，哦，现在过不去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块已经过不去了。然后你看这底下可以野营啊，野炊，看没有？但是太阳已经落山了。长江明显比嘉陵江这个河道要宽了很多啊，你看没有？然后呢，对面呢就是这个南岸。其实你在这个渝中，人家在这个位置不太高的地方，你看这个南岸呢，你只能看它边边，就类似于这南滨路这一块吧。这一块只是南岸的最北边的头啊，就是它南岸跟渝中一样，它也是山下一部分，山上一部分，就是你山上的部分都看不见，看没有这些地方？你看这些地方你都是看不见的。就是包括南平啊、后堡这些地方都看不见，你都得去自己，比如说
坐公交啊，或者坐轨道啊，坐汽车啊，去探索一下，就一样，跟渝中是一样的感觉。但是我对渝中还是最熟的，而且我更喜欢渝中这个区域啊，我觉得最能代表重庆，就什么都有吧，我感觉比较复合，而且比较老，就有点老派的东西，我不喜欢特别新啊。因为当时旅局我说，哎，我干脆去深圳看看，深圳那么新，住个半年，但我觉得没什么意义，因为它是全新的东西，而且我也不是坐班的人，对吧？这个3号线啊，大家看。然后我给大家找那个有一个太阳特别漂亮的地方，草坪啊。你说这个草坪，我觉得你说跟中央公园草坪能差太大距离吗？它有那个太阳，因为现在落日了啊，其实也很漂亮，而且这个草没有那个中央公园那么翠绿啊，但其实也是很漂亮的。当时我应该发到过 Instagram 上、IG 上啊，大家如果能去看，可以去看一看，特别漂亮。然后他们这些重庆的新人结婚就会来这儿。如果你来的话，就没必要像我这么走了，你直接打车到这个珊瑚公园就可以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下来的位置，大家能看明白了吗？现在这个锦江之星，就刚才我说南区路，对吧？然后国家电网是2路口啊。然后呢，这块儿这是琵琶山正街，从这儿可以走，一直走到七星岗。不知道你们能明白啊？我这个重庆好几个视频发上去以后，很多人说这个我方向感非常好，其实还好吧，就属于北京正常水平啊，北京不错的水平吧。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练练啊自己这个对路的这种判断啊。而且在重庆分东西南北，我认为是有用的。就是你记路只能记那一套，东西南北的话就是基本通杀，只不过上山下山的这个原因了。这应该是拍结婚的啊。重庆的飞机是走南岸的这个航线，有没有在南岸你是听到飞机的这个噪音的？这个飞机，重庆的这个航线会在市中心转一圈啊。然后咱们现在下到这个下面啊，下到这个下面。这小猫出来了，下来了啊，从刚才这块上面，然后这就到它这个外滩了，然后这是可以下去的。等到这个涨水的时候，大概就能到这个位置。现在没有完全涨上来啊。适合亲子活动，干什么都有啊。这个野炊的、吃火锅的、吃烧烤的、拍照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涨水的时候是全会淹掉的，包括大家看这个岛，如果说水落下去是可以上去的。我给大家找一下那个素材啊，这个落日很漂亮啊。看长江边上的落日很漂亮，然后3号线从长江跨过，我现在下到长江底下了。你看啊，这块已经都被水浸过来了。我去年3月份、2月份的时候上到过这上面，然后很多人还在这骑摩托车呢。你看，这些都是它这个陆地位置高的，它会露出来，看没有？低的话就已经淹过去了。然后呢，这块在民国的时候是机场，因为那会儿的水位没有这么高。等于它夏天的时候，就是枯水期的时候，是一个大平地。因为你看去年我来的时候，其实你接近啊，你都可以快走到南岸了，基本上可以走到南岸，只有一点点过不去啊。所以当时这个用过那种季节性的机场，等到这个涨水的时候就不行了，是这么个状态。给大家科普一点历史啊，很漂亮。当然现在这已经是落日了啊，你要是今天上午、中午来还可以。我今天这几天处理那个版权问题啊，因为有人把我文案完全搬过，完全复制，一字一字的抠下来了，然后呢放 YouTube 上。因为我 YouTube 特流，他在 YouTube 上用我的文案赚钱啊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啊。这个版权的问题，给大家再次这个强调一下啊。如果谁在搞我的这个文案或者视频，你自己看着办啊，不排除起诉你的这个状态，对吧？这是很严重的违规行为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这么辛苦的拍视频，你自己用，对吗？合适吗？其
实在这儿能钓鱼也挺幸福的啊，是吧？很漂亮的，晚上其实也很漂亮。等这个灯全开的时候，重庆的白天最好有晴天啊，比如像今天这个状况，不然的话就跟那个罪恶都市似的，犯罪都市那感觉啊。OK， 哎，这个是不是就那长江国际啊？在这儿，对。这个江要是坐船啊，一路坐就可以到杨家坪了，叫杨家坪、李家沱，对，就是一江两边的位置，可以过去了。然后呢，从这儿呢，如果说你走这个长江滨江路，看没有，一直这么走，可以走到这个叫18梯吧，对，就解放碑那块儿，你再一上山就能到解放碑了，是可以的，大概要40分钟啊，我走过，那会儿没人闲的时候走过，就是白象居的1层，大家知道吧？那个位置。你走白象居穿楼上去也能到。然后说一下，就是去年枯水期的这个山雾坝长江边的素材呢，我还留着，但是将来找一期单独做一个视频吧，因为拍了挺多东西，可以以短片的形式来呈现啊。这期就不给大家放了，老规矩啊，还是大家关注我 YouTube 和国内这些平台啊。哦，对，我还有一个记忆是什么呢？就是去年枯水期完全枯水，就是枯到这个基本没有什么水的时候呢，它这块全是那种石子儿啊，全是石头地。它没想到这个树木这么茂盛啊，这么旺盛，你看啊，都长开了。当时全是这种，看没有，这种泥地加上石子地，没有一点这个树。你看现在我走这个路线啊，就是涨水的时候至少涨到这块，看没有？刚才我迈了一个大坎儿从这儿上来的，回去了。我今天不往那个蒋碑那边走了，那一路走也挺有意思。如果你晚单练的住这儿的话，可以走20-30分钟，也相当不错。然后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开灯了。但如果等到这个7点半开灯会更漂亮一点。南岸的话，它南滨路这边那高楼没有那个江北那边多啊，但是更生活化、更居民化一些吧，我这么说吧，啊，更居民化一些。然后你看这儿有一个叫重庆游乐园啊，最早他们叫会展中心，这个是荒废掉。然后看有人去那儿也拍视频，找机会看看吧。反正既然现在重庆住，就可以多拍拍、多看看、多探索一下，也挺有意思的。重庆还是值得探索的。各位可以看见已经落日了啊，然后灯已经开了，但是7点半才是它的这种，就是两江照明的时间啊。但是南岸这块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南岸的密度其实是很大的，只不过说呢，咱们作为游客，你可能看不到太多南岸的东西，因为我刚才说了嘛，南滨路只是底下这一块啊，它往上才是它山上的地儿，所以大家一般看不见。但是你看南岸区的住宅密度啊。这个高度啊都是非常大的，然后呢，我就不在这儿等到7点半了啊，因为等到7点半就太晚了。我想拍一下那个重庆火车站。重庆火车站呢，它马上要拆了，我觉得还是给它拍一下，再拍一个。我也出过一个火车站的那个街景啊。目前来说呢，就是它这个枯水期的素材，我的这个电脑里肯定是有，但是它那个涨水期，因为当时，涨水期的时候我并不想拍 vlog 视频啊，所以有没有可能够呛。这到时候再说吧，因为有个对比，大家看得更明显。就是涨水期，刚才也说，就到这块，就快淹上来的感觉啊！你要最猛的时候，刚才不给大家照过那个珊瑚湾什么珊瑚小区吗？就到珊瑚小区19年21年水最高的时候，淹到那儿，你想想吧，就整个水，就大概在这个位置，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，大概在这块就全给淹了，当时水特别高。就2号线，就是北侧嘉陵江边上的2号线，已经是完全快淹没，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但它是珊瑚公园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，看着像一个灯塔，大家看见没有？是不是用作信标的作用啊？但是挺有意思的。新世纪广场啊，北京也有一个叫世纪坛啊，在我以前住的地方。看看还是很漂亮的，这就是渝中的南侧啊，渝中的南边，挨着长江的这块的一个整体状态，是比较老重庆的感觉啊。而且我说实话，它这个珊瑚公园真的挺不错的，无论什么季节，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。你像我化虹桥现在住那个位置吧，它就是挨着江边的公园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下去，我也还没来时间琢磨这事儿呢啊，就是现在。我他妈都不知道怎么下去，是吧？
这是新世纪广场。大家看了我这么多期重庆的视频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我说，就是说北边更这种商业繁华一点，南边更生活化。你看，尤其是你在长江边上散步重庆的时候啊，包括在嘉陵江边北边散步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就它这个夜景也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南岸的夜景呢，它的高楼你基本上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特别高的楼，在南平你是看不见的。等于说它这块是这个最低的位置，海拔最低的位置。然后，哎，你看那个游乐园那，刚刚照游乐园那位置上了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啊？刚应该给大家照一下啊。你看这儿有个山，还有个地方叫南山一棵树，这个我也拍过街景啊。那个地方是相当来说是最高的点啊。还有一个什么老君庙，对吧？道教的好像有一个，那个才是高点啊。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觉得重庆两江四岸最有意思呢？就是说它这个比较八地魔幻。然后我不是也拍过渝北吗？应该是发这一期的时候，那个民心家园那期也发了啊，渝北那期应该也发了，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平原城市没什么太大感觉了，顶多是吃的换了一下，我觉得意义就不太大。因为在北京也能吃到那些比较传统或者比较正统的这些川渝小吃啊，包括各地小吃、各地驻京办都在北京，所以我更要的是一个环境上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意思。好了，那火车站我估计得再分一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这个点赞订阅 YouTube 上，然后 B 站上给我3连关注，其他平台也是给我点赞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